提到蝙蝠侠这个超人气的 IP， 可能很难有玩家直接能说出它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形象。但如果你说最经典的，那一定少不了漫画中的造型。各自是小情人大，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毛牌企业。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由共鸣出品的蝙蝠侠缄默。包装个头不算大啊，这个和之前他们 DC 线的，我记得有一个沙赞和超人的那个包装都是相似的，围绕着缄默这个漫画中蝙蝠侠经典的深蓝色做了一个基调，蝙蝠灯啊以及人物的一个线稿，后面翻过来小开窗，主体的形象还有各式的配件。拿出主体，先说第一感觉啊，质量方面来讲，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啊，或者说相比于共鸣之前做那个天国降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主要得益于它这个服装的颜色还有材质的选择上，大面积灰色的紧身衣有很明显的一个条纹状啊，就看着细节会更加丰富。中心蝙蝠 logo 有一定立体感，蓝色的部分也做出了比较重的类似于阴影的一个刻画啊，或者是旧画那个感觉。这个主要是模仿在漫画中它比较浓重的那样一个色彩，会给你呈现出一个不错的立体感，整体颜色显得不那么单调。斗篷以及这个裤衩都做了那种类似于皮子的材质选择啊，而且斗篷可以看到它这次这个规格还是比较高的，中心褶皱的部分也都做了这个铁丝啊，支撑性就更强。因为作为蝙蝠侠来讲，它这个斗篷超大啊，你看这样展开，材料选的还是比较厚重的那种啊。如果你中间不做这种类似于筋呢，它很难有一个立体的展开，你还可以给它凹成那种把自己裹起来。就是在前面做一些弯曲和展示。除此以外呢，像是腰部腰带这一串小包，加上鞋子表面啊、臂甲、腿甲表面啊这些皮纹的刻画，和这个斗篷啊以及裤衩自带的这个效果是能够相匹配的。我觉得一体性来讲还是蛮好的。但是腰部这一堆包包好像有点鼓啊，我感觉这一串胖的。对。然后就要说它这个身形部分啊，很健壮，而且很立体的，有凸显出蝙蝠侠超级健美健壮那个身材的。整体在这个紧身衣的勾勒下，尤其是这个前胸、大腿啊以及二头肌这个肌肉部分啊，非常的充盈，紧身衣完全撑起来的那种效果啊，符合老爷本身的这样一个身子的。肌肉爆炸的一个蝙蝠侠，他如果说没有这么大肌肉量的话，很难就是在那些怪物一样的，或者说天赋异禀的，一方面反派还有其他的超级英雄之间，能跟他们掰掰手腕比划比划，肯定他这个肌肉量，你从肉眼上来看要更强一些才对啊。面具头刻画还不错啊，整个皮肤动态这种肌肉的展示，尤其鼻子部分，包括鼻孔啊这个地方也都有刻画出来。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比较精细的，因为我体验到的一些蝙蝠侠产品，有时候会把这个鼻子直接和面具做到一起啊，就忽略了这个鼻孔的细节。额外呢，还有一个愤怒造型的呲牙面具头，除了表情不同以外，耳朵尖尖也做了一个弯一点的造型，加上一个摘掉面具的真人头，自然随和一些。同样的皮肤的表现以及细节的棱角也有制作出来，那就是漫画的那种二次元的一个形象。当然，蝙蝠侠的产品或者类似玩具都会有一个挺共性的问题啊，就是安上真人头之后，脖子这个地方多数都会有这样一个穿帮啊。未来的话，其实可以做一个适配于真人头的替换件，随着真人头一起替换啊，就把这个脖子有肉的部分起码能做出来。然后是可动部分啊，首先头部的话，上下左右这个幅度我觉得 OK。毕竟蝙蝠侠这个脖子上一直带了一个像治颈椎病那种托这个它做了个分段的结构，手臂平举90度没问题啊，垂下来
和腰部的这个贴合感也不错。曲肘的话，受到这个大肌肉的影响，并不能达到一个完全贴合的状态，但也还可以。腹部的话，这个可动幅度还是可以的啊，前后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俯仰角度。腿的话就没什么遮挡了啊，侧摆、前踢还有屈膝，屈膝同样因为这个肌肉的原因没法完全贴合，但有一个地方很好啊，它这个膝盖关节的穿帮拿捏的我觉得蛮好的，就你直接屈膝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比较自然的那种顶膝的展示，然后你给它正常收回来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这个膝盖窝窝的这种效果。再看脚踝部分啊，它也是分体的这种长靴造型，这个幅度不会很大啊，但是你照顾到一般的这个接地都是够用的。总之，这个可动的话不算特别的高，但是对于这种肌肉素体还是一个布衣结构的人偶来讲的话，个人觉得还是够用的。然后是手型配置方面，额外附带了7枚，重点说的是这个发射器的手型啊，直接做了一个一体的结构。搭配上一长一短2个钩爪，可以还原出不同的造型。这个杆子部分都是金属材质啊，支撑性、稳定性上来讲还是不错的。然后是缄默标志性的绷带造型啊，这你要把这个头拿掉，然后再嵌套上。漫画封面的造型啊，就是一个摘下来的面具，可以和真人头进行一个适配，做出一个摘下面具拿在手里的造型。最后的最后，亮晶晶的蝙蝠标，金属的质感刻画的不错啊，尖尖的部分很锐，把玩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的。总结一下啊，首先整个这个造型还有风格是选自超经典的这个缄默的漫画嘛，尤其是这个色彩的表现要比我预期中要好，能让你感受到想要去做到这个漫画中粗壮线条啊，或者那种浓重色彩的效果的。而且蓝灰相间的这个蝙蝠侠战衣呢，相比于黑灰的那个，能让我感觉到更多的新鲜感啊。反而虽然说它也是很经典、很复古的那个配色，影视化之后好像很少。其实它漫画中用这种偏蓝色一点是有自己的印刷上的一个考量啊。现在呈现出来，你拿到手里你就会觉得哦，挺好的，这种复古的味儿一下就出来。这个玩具呈现的效果也很美型。如果是能再搭配一个支架，做一些腾空的立体的造型，在这个把玩体验上来讲会更好。这个可以自己再去做一点搭配啊，因为它这个斗篷超灵动啊，站立的情况下很多效果是难以呈现的。后续还是希望公明在这个美系，尤其 DC 这条线上能做更多经典的这种漫画中的形象啊，因为蝙蝠侠也有很多形象，其他像超人啊那形象特别多。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